嗨，我是医务社公司安德鲁。通常每年放寒暑假的时候，有不少孩子的身心障碍证明到期，有不少的家长会带着6岁以上的孩子来医院重新鉴定。当我问你的孩子长大有什么想法吗？很多家长都会疑惑地看着我。我接着问：有想过孩子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工作吗？你老了，谁来照顾你孩子未来的生活呢？这一问，很多家长都很茫然。我知道，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都是走一步算一步。当然，另一个方面也是没有人告诉你，我的孩子以后有什么方向可以发展，所以这些问题都会发生。多半大家都是走一步算一步的过生活，这样是不行的哦。应该要想一下如何规划未来的人生。今天安德鲁社公司不收你1000万黄金，也不用带着你的千金来买早知道，因为安德鲁社公司没有卖这个早知道的商品。希望今天你知道不嫌晚。你的孩子要从早期疗愈之前，大约每年年底会进行教育安置健安辅会议。什么是健安辅会议呢？这个要好好了解，因为这个会议会跟着你的孩子长大。这个会议是由家长代表，通常是当地的身心障碍者的家长团体或者是家长团体的理监事等人参与。专家学者，例如大学特教系的教授和治疗师，这个治疗师通常以物理治疗师居多，主要是因为有些特殊的辅具申请，比如说无障碍空间的改善啊，物理治疗师都可以发挥他的专长，在空间改善上面会有比较多的帮忙。这个会议主要在分配孩子去哪一个学校，要衔接什么样的资源，例如专业团队、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语言治疗师、临床心理师等治疗。在学前特幼转衔到国小，国小转衔至国中，国中转衔至高中，都会经过健安辅会议。在义务教育的期间，特殊教育是一种可以简单分成2种的教育模式。第一个是天才的教育资优班，这个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另外一个是身心障碍特殊教育，是我们讨论的范畴。特殊教育乃是维持社政过去身心障碍分类的方式，例如智能障碍、自闭症、视障、听障，与身心障碍鉴定的类别是不同的。另外还有多了2个，情绪障碍跟学习障碍。这2个在过去社政的分类是没有的。特殊教育的模式又简单可以分为封闭式的特殊教育，例如特教班、特教学校，安置一些障碍比较严重的学生，各个县市的特殊学校。当然，另外一种是单一的障别的特教班，例如启明班、启聪班、启明学校、启聪学校，提供专业化的教学模式与设备。另外一种是融合式的资源班，例如资源班是指把障碍程度较轻的学生和一般的学生一起上课。
重点是相互认识、学习，彼此互助合作，而不是在功课学业上面学习。为什么这个融合教育那么重要呢？因为孩子即便读到博士，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脱离学校，回到社会当中。回到社会中还是要与人互动。如果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习，那就太晚了。到了国中9年级，正如一般孩子面对要选择高中教育或者是高职教育的问题，如果不是属于身心障碍第一类的学生和少部分头脑好的学生，可以考虑升高中，使用资源班或特教资源。另外一些人可能选择高职特教，进入职业训练的预备期。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看这一集。身心障碍证明能为你做什么？身心障碍工作、就业、训练 vs 养成预备篇。资讯卡在上面。过去在高职特教班往往叫做综职科、综合职能科，现在叫的科名非常多元，可以看一下相关资讯，或者是问一下学校的特教老师。很多家长对孩子可能有语言能力，都有一丝丝的希望孩子能够上大学。对于某一些孩子而言，只要能通过考试，考上基本都可以去读。不过某些学校还是会拒绝身心障碍学生的状况。我曾经有听说过某国立大学，这个大学还有特教系的学校拒绝身心障碍学生入学的事情。到了大学，许多特教生无法面对学校特教服务的改变，因为从国小一直到高中都有所谓的特教老师，都有1对1或1对多的小班教学。到了高等教育的学堂，所有的事情都要依赖学生您自己来。读书没有抽离式教学，读书是要自己读，没有特权，考试跟别人不同。大专院校都有设资源教室，是资源回收的资源，不是支持的支，水源的源。资源教室是提供资讯的地方，提供少量实质有形的协助，例如视障生提供教科书的语音录音档。有些老师会写黑板，可能有些同学会帮你写笔记，再翻译成点字给学生上课用。但是不是有特教老师会抽离式教学？很多特教班学生从小到大都是在父母保护之下成长，上了大学就很容易GG了。有些学生连自己换尿布都不会，要如何自立读书呢？以后要如何自己谋生呢？因此，如果你的孩子还年轻，请好好思考小孩子要如何长大，学习如何好好照顾好自己。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次见。